30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启程访美，并将于5月1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军事协议在内的非美协议。继对美新开放4处军事基地联合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后，美菲在军事合作上将有哪些进一步动作，值得警惕。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访美前夕，菲律宾政府还邀请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访马尼拉。外界分析，菲律宾意在寻求与中美之间的平衡外交。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宣布，马克思总统将于4月30号至5月4号访问美国，计划推动在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马克思表示，将重申马尼拉和华盛顿之间的特殊关系。此行是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第2次访问美国。去年9月，他曾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与拜登总统会面。一位美国官员4月29号向路透社透露，美菲两国这次首脑会谈将达成2项主要协议，一是增加两国商业往来，二是就加强军事力量达成协议。马克思也在行前表示，有意在非美军事合作方面强化特殊关系。他说，美菲两国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需要进行调整，因为菲律宾在南海、台海以及朝鲜所面对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表示，有必要和美国一起共同致力于防止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总统为了这次访美呢，应该是做了这个大量的准备，实际上就是要去修复和强化这个美菲联盟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美国的盟国，它面临着美国的这样一个拉拢和这个施压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访美之前，他必须要逢场作戏，有所表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报道称，马克思将当面问拜登几个问题，包括非美同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管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观察指出，目前美国可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已经增至9个。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战略资产增加，也令这些武器装备和人员的使用问题浮出水面。近日，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强调，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存放被用于涉及台海军事行动的武器，也不会允许美军舰机在非基地补充燃料、维修或重新装备。但菲律宾舆论认为，美方是否同意，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此外，马克思说，他要当面问拜登如何管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备受外界关注。事实上，菲方很清楚，近期造成与中国的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军事介入。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菲律賓政府同意了美军的更多要求，但损害对华关系将不利于菲律宾国家利益。因此，马克思要向美国讨说法。小马可斯这一次的访美，实际上是有很大预期跟要求的。菲律宾开放了这4个基地给美国，那美国也不断的加强在菲律宾的这个声调跟投入度。相信现在在中美博弈的情况下，美国应该为了拉拢他，应该这一次访美也会给他很大的利益。马克思上任后调整了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本月，美菲继重启2+2会谈，又进行肩并肩联合军演，长达18天，参与人数达到空前的1.7万多人，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还首开先例，以菲律宾总统身份到现场观摩联合军演，而且还特意穿了一件飞行员夹克，颇具军事化色彩。不过，现场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受到舆论质疑和嘲笑。当着马克思的面，美军发射6发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却尴尬的全部脱靶。菲律宾原本正考虑向美方采购海马斯，在看到这一幕后，非军方一名发言人称，演习展示海马斯能力的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局限性。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在一次会议上就表示，中国的问题只属于中国，内部问题将由中国政府解决，不欢迎其他国家的干涉。杜特尔特还说，在当前不确定的局势下，中国已成为我们努力确保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伙伴，我们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共通之处。对于非美军事关系升温，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争议，有批评声指美军借军演大秀肌肉，推高地区局势非常危险。特别是新增军事基地附近的居民担心美军的存在可能会将他们的家园卷入一场不属于他们的冲突。马克思访美之前，路透社的一则报道也受到菲律宾舆论的警惕。一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菲律宾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因而希望小马克思和拜登的会晤能将美菲同盟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水平。而那个时代正是菲律宾国内反美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由于美方对菲律宾军事战略价值的利用，严重遏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最终，菲律宾在1991年将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湾基地与克拉克空军基地。现在美军要卷土重来，无疑造成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风险。外界注意到，尽管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马克思政府也并非对美一边倒。马克思在4月1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菲律宾不会允许任何人使用军事基地发动任何进攻行动。他声称，我们正在做的是加强对领土的防御，正在巩固国家的防卫能力。这个新增加的这个军事基地在这个旅顺岛北部，靠近这个台海地区，所以呢，这可能是这个对这个美国的一种这个巴结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菲律宾方面也表态，就是说，这些军事基地不用于这个军事进攻行动，实际上也是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外界还注意到，马克思本人也释放了对华友好的信号。在今年初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曾表示，中菲是世代相传的好朋友，期待菲中关系提档加速，希望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和大量机会。韩国总统尹锡悦结束为期7天的访美行程，30号下午抵达首尔。韩国总统时隔12年再次访美，表面风光无限，韩国舆论却不买账。新冷战、牺牲本国利益、屈辱外交等词汇成为韩媒评价尹锡悦美国之行的关键词。尤其是尹锡悦有关日本不应为历史下跪请求原谅的言论，更是遭到韩国舆论一片讨伐。尹锡悦此次访美是借韩美建交70周年之机，实现了12年来韩国总统首次访美。期间，他与美国总统拜登互动热络，尤其是在白宫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拜登点歌，尹锡悦现场美国派，被在场的美国媒体热转。而尹锡悦在国会发表演说时，也拿韩国热门乐队防弹少年团说事，称后者虽然比他更早进白宫，但他却是领先防弹少年团进国会。尹锡悦在美国的一场场外交秀，让一些韩国民众直呼丢脸、丧失国格。但尹锡悦此次出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偿所愿。他与拜登在白宫会谈后，共同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同意将韩美同盟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加强延伸威慑。美国还将时隔40年再派遣战略导弹核潜艇至韩国。这些措施严重侵害了朝鲜安全利益。金正恩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28号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严厉批评美国和韩国日前发表的华盛顿宣言，称朝方将成正比地增加行使自卫权。30号，也就是尹锡悦回国当天，朝中社再次发文，尖锐批评尹锡悦到美国乱窜，扬美国鼻息，丑态百出，令人恶心，并斥责尹锡悦做蠢事，将韩国经济沦为受美国奴役的经济，讨论与周边国家核心利益有关的尖锐的台湾问题，妄自尊大的干涉俄乌冲突问题，妄谈无需算日本的旧账，并为构建韩美日三角军事同盟表现积极。这些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他无论如何也要讨好主子欢心的小跟班的奴性。韩国人也对尹锡悦这次访美成果表示不满。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敬旭日前在韩民族日报刊文指，国家领导人出访海外，而国民们却感到不安。文章担忧尹锡悦政府领导下的韩国成为朝鲜半岛、东亚乃至世界政治的新冷战促进者。韩国舆论对尹锡悦此行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他极力迎合美方战略，却没能维护韩国的自身利益。韩国半导体产业界对美国芯片法案侵害他们的发展利益表示不满，汽车工业则对美国通胀法案对其差别对待表示不满。实际上，拜登政府的经济战略将严重削弱这两个作为韩国经济命脉的产业。然而，这次发表的美韩联合声明没有正面回应韩国企业的诉求，只是避重就轻地表示在意。然而，令韩国企业家跌破眼镜的是，总统尹锡悦无意保护他们的利益。尹锡悦政府对美国不断低头示好。讽刺的是，就在本月23号，美国科技企业针对韩国三星电子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终审判决出炉，三星电子被罚3.03亿美元。韩国韩民族新闻在报道中质问，三星电子一季度仅挣6000亿韩元，却要向美国缴纳4000亿韩元罚款。尹锡悦在维护韩国经济利益上无功而返，意味着短期内韩国半导体、汽车业界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前青瓦台经济辅佐官朴富勇投书韩民族日报指出，美国要求韩国将半导体用于刺杀自己的敌人，导致韩国对华出口和半导体出口锐减，韩国的贸易收支逆差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汇率不稳定也在持续。韩国国民对政府的经济外交力量的不安只会越来越大。不管是文在寅政府还是更早之前的，至少呢，在战略和经济问题上
它还是和这个美国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时呢，它很注重平衡。但是现在呢，它这种任何时候我们看到一边倒的政策，那很容易会引起一些它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外界注意到，尹锡悦此行目的不仅是夯实韩美同盟关系，还配合加快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他在白宫和美国国会都主动提到这一点。Along with close Korea-U.S. coordination, we need to speed up Korea, U.S., Japan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counter increas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令韩国舆论一片哗然的是，尹锡悦28号在哈佛大学与美国知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座谈时，表现得很不像一个韩国人，要求韩国国民原谅日本。And if we fail to overcome these historic issues, future partnerships and future cooperation can be eroded and undermined.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对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人道主义罪行。长期以来，日本强征韩国劳工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围绕这一问题持续博弈。尹锡悦上台后，为了改善韩日关系，促进韩美日三边合作，对强征劳工问题向日方做出巨大让步。尹锡悦在今年3月访日前夕提出第三方代赔方案，由韩方设立一个公共赔偿基金，从韩国私人领域筹措资金，向1910年至1945年间被日本殖民者强征为劳工的韩国受害者支付赔偿。这一自己捐钱赔自己的方案在韩国引起了极大不满。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愤怒指责这是对受害者的2次加害，更是韩国外交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得了便宜的日本却对韩国的投名状表示欢迎。尹锡悦3月份在日本与岸田文雄会晤后，双方决定让因强征劳工问题等历史问题受损的两国关系恢复正常，重启两国首脑间穿梭外交。日本共同社29号引述多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岸田正在协调5月7号至8号访问韩国，与尹锡悦商定日韩、日美韩3国展开安保合作的重要性。此外，岸田已邀请尹锡悦出席下个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扩大会议，还计划举行双边会谈，有意向国际社会展现日韩关系迈向改善。美国《纽约时报》直言，日韩关系改善获益最大的实际上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威胁增大的同时，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期待其东亚盟友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不过，对于美日韩3国同盟关系，舆论并不看好。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就希望同日韩组建三边联盟，直到现在仍未放弃，仍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改善的更多实质性迹象。然而，这种三边主义梦想可能会是一场噩梦，因为从争议岛屿到教科书，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未消失，也不会被人遗忘。在尹锡悦政府的执政这个背景之下，应该说3国在领导人层面，它的动力比较强，阻力比较弱。但是在民间层面上韩国包括它的反对党在野党，包括甚至这个尹锡悦他的阵营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这个尹政府呢过分的倒向美国，失去了韩国他自己的一个外交的重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完成访美行程，又要在5月初接待日本首相访韩。尹锡悦还受邀访日参加G7会议。那您怎么看这一轮美日韩3方互动呢？主持人好，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可以说呢，用高调的国事访问换来美国一艘核潜艇的停靠。韩国其他的要求和焦虑几乎呢都被美国轻描淡写搪塞过去了。通俗的说呢，就是韩国努力向美国靠拢。结果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韩国的3项要求，美国呢都没有答应。一呢是韩国自身发展核力量，二是韩国电动车出口美国能够获得补贴，三是希望韩国半导体企业呢能得到美国芯片法案网开一面，有更多的市场自主权。这下可好，尹锡悦呢对美国式访问的效果呢就约等于打了一次酱油。美国呢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从韩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而尹锡悦呢，几乎是2手空空而归。欧洲呢，有媒体形容尹锡悦的访美之行呢，就是主动钻进美日的被窝里去了。那么，美国得到了什么呢？就是更紧密的美日韩联盟，不仅呢要应对朝鲜核威慑，还要设法制约中国，
甚至涉足台海问题。为了拉近与日本的关系，尹锡悦呢几乎要下跪，不仅呢让韩国人募集资金替日本企业偿还二战债务，还把日本二战时期的在韩国犯下的罪行呢给一笔勾销，说什么韩国呀没有必要拿100年前的事情要求日本下跪道歉。这日本没下跪，尹锡悦呢却向日本先下跪了，倒拍马屁到这程度呀，也真是叫人服了。既然呢这个韩国对日本的战争问题及索赔问题都翻篇了，那么日本呢还是给韩国了一些好处。一是日本把韩国重新列入首选贸易伙伴白名单，可以享受一些贸易优惠待遇；二是日本呢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参加7国集团广岛峰会，并且安排了美日韩在这个会议期间呢举行3边会谈。韩国呢又对日本示好了，要在5月初呢邀请日本首相岸田访韩，讨论的2个议题呢都是美国交办的任务，一呢是稳定半导体供应链，美日韩呢要联手对华限制芯片技术出口；二是呢增加这个防务合作，美日韩呢要加强对朝鲜和对台海的军事合作。可以说呢，韩国已经站到美日一边了，从政治、经济、安全3方面都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了。但正是这种幼稚的选边站，把韩国呢在东北亚及亚洲的地位给自我贬低了。尹锡悦声称呢要让韩国成为全球枢纽、世界强国，可这一站队一钻被窝就成了美日的小兄弟，恰恰帮助日本成就东亚枢纽、亚洲强国的野心。美国的盟国之中呢，日本是军力最强的，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力度要远高于韩国。那么韩国呢，碰几次壁以后呢，也许会从目前的旷热之中清醒过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日启程访美，并在明天进白宫。他行前重申要与美国强化特殊关系。那您怎么看美菲关系的新动向？对南海和平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马克思上台以后啊，一改前任杜特尔特的政策，快速地向美国靠拢。不难想象，美菲军事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并且在南海问题、台海问题及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个串联合谋。但是呢，马克思的访美行程很可能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一样，是一次打酱油之行。美国呢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呢给不了菲律宾什么。菲律宾最想要的恐怕还是用美菲军事合作来交换经济利益，要美国呢加大对菲律宾的投资，在农业、能源、气候变化、数字化、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但是呀，美国呢除了印太经济框架以外，是满足不了菲律宾的愿望的。况且呢，这印太经济框架是总贸易规则，要菲律宾等国呀服从美国的规则，而不涉及呢像这个菲律宾等国呀开放美国市场、降低关税的问题。可以说，只能菲律宾协助美国来强化印太战略，而很难让美国呢帮助菲律宾做点什么。除了一大串好听的话以外啊，马克思访美还是会强化这个美菲关系的，尤其是军事关系。这对南海和平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一方面呢，菲律宾狐假虎威，借助美军的实力，可能呢在中菲南海争议区域造势，激化中菲矛盾，能占一点便宜呢就占一点。二是美国呢会夸大中菲南海争端，并且在南海挑起争端来制约中国，从而呢形成台海、南海2个冲突区域，让中国呢在两面应付。但是呢，菲律宾和美国的算盘可能打不响。中国呢已经做好了台海、南海2个区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准备。再说了，这个美国给不了菲律宾想要的，会促使菲律宾政府调整政策。未来3年呢，中菲南海争端可能会起风浪，但是到了下一届政府，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呢就会发生变化。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29号上午，海军微山湖舰搭载第2批自苏丹撤离的493名中外公民，在南宁舰伴随护卫下安全靠泊沙特吉达港，完成人员转接，标志着这次苏丹撤侨任务已经完成。中国是苏丹内部冲突爆发以来有组织撤离人员最多的国家。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表示，海军26号至29号共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和231名外籍人员至沙特吉达港。人民军队为人民，中国军队永远都是人民的守护者，永远都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根据部署，中国海军南宁县微山湖县27号完成首批撤离人员转运任务后，迅即再次奔赴苏丹港。微山湖县于当地时间4月28号8时许靠泊苏丹港，南宁舰在附近海域机动警戒，随时做好前出支援准备。靠泊苏丹港后，微山湖县快速放下舷梯，官兵立即登上码头，开展接收撤离人员准备工作。随后，搭载撤离人员的大巴车队抵达码头，人员登记、安检、登舰等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感觉非常的舒心、安心、踏实。我祖国的舰队来接待我们，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激动。84岁的苏丹华侨张旭富腿脚不便，接到大使馆通知后，微山湖县官兵提前准备好了轮椅。张老抵达码头后，官兵们用轮椅推着张老登记安检后，搀扶着他登上军舰。此次接运除272名中国撤离人员外，应相关国家请求，微山湖县还搭载了215名巴基斯坦公民和6名巴西公民。微山湖县专门为他们安排了房间，并有针对性地提供了饮食保障。中国海军不仅给我们安排房间，还询问我们想吃什么东西，有什么忌口，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很感动，非常感谢中国海军。巴基斯坦驻沙特吉达总领事在沙特吉达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协助其他国家公民撤离，再次展现了其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生动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On behalf of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Pakistan, on behalf of my leadership, I would like to place on record our deepest gratitude,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Brothe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ir leadership, their armed forces, especially the Navy, for taking along more than 200 Pakistani stranded at Port Sudan. So this is yet another demonstration of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29号晚在推特上转发回复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账号的推特。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支持和友谊表示感谢。华春莹则回复称，患难见真情。30号，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克在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见时，再次对中国表示感谢。沙特吉达港是这次撤侨行动的中转站，沙特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特意安排会讲中文的军人在港口协助。欢迎来沙特！欢迎来沙特！欢迎来沙特！谢谢。欢迎来沙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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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临时代办英利军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撤离工作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沙特重要的节假日期间，沙特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吉达正处于旅游旺季，所以酒店车辆资源非常紧张，许多同事连续数天彻夜不眠，确保撤离工作的各个环节顺畅。沙特各个部门都表示要把我们中国人的事情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所以他们很多人也是跟我们一起加班加点，在人员入境舰船包机的这个审批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中沙关系的一个特殊友好。此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有危险需要撤离时，使馆永远撤在最后。外交部也将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使馆人员的安全。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蔡格透露，撤侨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外交部门都特事特办，与相关国家成立联合工作组，并设置专门联络人对接同胞需求。好比说，我们撤离的同胞中，有的有护照，但是没有签证。有的呢，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只有护照的复印件。那么呢，我们就跟俄方提出来，由于形势紧迫、情况特殊，我们请他们特事特办。我们停过名单，他们按名单放人。那么呢，在到达厄立特里亚之后吧，我们给那些没有旅行证的同胞及时的办理了旅行证。
不少国际媒体都在报道中提到，中国是苏丹内部冲突爆发以来有组织撤离人员最多的国家。美国也采取空中撤侨的方式。23号，美军海豹突击队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3架奇努克直升机降落在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附近，撤离约100人，均为美国外交官、使领馆雇员及其家人。有美国媒体估计，在苏丹的美国公民约有16000人，已经有少部分美国公民自行搭乘商业航班离开苏丹。美方只组织撤离了不到这个数字零头的人员。而对于其他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此前要求他们就地避难。新西兰媒体人安博然发布了一段视频，感慨了美国政府的行动。In true USA form,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embassy in Khartoum to evacuate via helicopters during the night, leaving US citizens in the country stranded and having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ake a look. Daring evacuation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udan. The military using 3 Chinook helicopter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ose choppers only on the ground for about an hour during the evacuation. So does that kind of pitiful evacuation sound familiar to you at all? Now, in stark contrast, China's government has begun evacuating Chinese nationals and has promised their embassy will remain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the last ones there. Well, I certainly know which government I'd rather have looking after me. 值得注意的是，在遭到舆论批评之后，在29号，也就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撤离近1周后，美国国务院又宣布组织车队撤离了一批美国人到苏丹港，再转往沙特。有匿名官员表示，这次行动撤离约200至300人，但由于外交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因此美国官方在苏丹港没有设立官方接待站，而是要求这些美国公民自己寻找前往沙特吉达港的船只。解放军军机和军舰近期加大在台海周边活动力度。台防务部门称，解放军最大型无人机 TB001 27号几乎逆时针绕台1周。TB001 的航线被披露后，岛内不少观点认为，台军部署在台岛东部花莲和台东的基地、机场已经逐渐被解放军熟悉。此举让岛内舆论气氛非常紧张。他们认为，这不仅对台湾是空前危险信号，更让台军担忧的是，解放军无人机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台军根本无力应对。台防务部门28号公布解放军军机绕台动态，其中一架 TB001 无人机27号从台湾西南空域进入后，几乎绕行台湾1周，似乎刻意包围飞行。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次是台防务部门首度公布解放军无人机环绕台湾飞行。从台军方发布的轨迹图来看 ，TB001 进入台岛西南空域后，穿过巴士海峡向北，途经东南、东部和东北空域，最终抵达台岛西北空域，画出一圈绕台新航线。台湾防务和外事专家警告，这对台湾是空前危险的信号。两面包抄以后可能就是穿越台岛。单线的绕台将来会变成双线，一个逆时针，另外一个顺时针，刚好两面做包抄。第3步就要穿越台湾。台湾媒体报道 ，TB001 被称为双尾蝎，是察打一体的解放军现役最大型无人机，长10米，双翼展开20米，可以在高空锁定目标再做攻击。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双尾蝎很适合执行斩首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航程超长，可达6000公里，而绕飞台湾岛一圈约为2000公里。双尾蝎的最大续航时间更可达35小时，可昼夜不间断飞行，武器载荷250公斤，可挂载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因为搭载卫星通讯设施，双向通讯距离半径可达3000公里。中国国民党前文传会副主委毛家庆认为，此次解放军无人机的重点目标是台湾空军的乐山雷达站，而且可以构建对台4D 作战系统。公开资料显示，乐山雷达站装备美国雷神公司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系统，价值超过300亿新台币。由于安装在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山上，可侦测到半径1500公里范围内的导弹发射活动，明显超出台军实际需要。而且这部雷达的实际管理方究竟是台军还是美军，一直存疑。此前有岛内媒体认为，乐山雷达站铺路爪侦测到的军事情报可无缝接入与美国和日本的预警系统。忽近忽远的拉，一方面可以让他去征收乐山雷达站，一方面可以让他去测试所有地对空的设施，我们地对空的设施到底会因为它的速度、高度、远近有没有变化？这就代表他们的演训跟他们从太空卫星到飞机到海面船舰到潜水艇，整个4D 作战，人家再怎么
链接，人家再怎么样模拟跟试着要操作。台空军前副司令退役中将张延廷认为，大陆派遣无人机绕台飞行，其密集、大范围、长时间的对台侦察，就是在进行战场经营的先期情搜任务，深层建构解放军空中打击机群及航母打击群所需的作战图像，以力形成对台湾东西两面进行压缩合击的战略态势。张延廷注意到，解放军无人机出动时间选在山东舰航母编队刚完成对台军演后实施，也不难看出其目的包括为搜集台湾和美军固定的电子信号情报而来，以比较演习前后的电磁环境与信号规律有何差异性，以为未来台海战场环境做铺陈。侦打一体，它可以又侦察发现到重要目标，它可以在空中直接发射这些飞弹，我们的目标实施摧毁。有岛内分析认为，解放军无人机首度从西南空域进入后，以逆时针方向绕台一圈，台军的北中南战区都要出动战机应对，甚至台军制航基地、嘉山基地所有战机都要分别接管负责。台军疲于应付的同时，还让解放军掌握到更多台军部署信息。更让台军担忧的是，解放军的无人机不是只有 TB001这一款，还有彩虹系列、翼龙系列、无侦系列、攻击11系列等非常完整的体系，可以大量消耗台湾的爱国者导弹。长期以来，台湾一直将中央山脉以东视为能够免受解放军打击的安全区，并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疏散基地和洞库掩体，试图在遭到解放军打击时将主力战机分散部署于此。但当解放军航母编队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时，意味着台军多年以来构建的安全区已经失去意义，而解放军无人机的应用可能会让台军出现更多破口。不管我们的军事设施说什么有人说我们的军事设施的重心在东部其实全台湾各地都是军事重心台湾就这么小，是容不起任何一个破口的。人家就是不断的要测试哪边当破口，我们会荒掉。